大家好，我是饭团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羊肉虾仁锅贴，这是我很爱吃的一种锅贴，经常在家做。它的特色就在于把虾仁的鲜美和羊肉的浓郁完美的组合在了一起，再加上花椒独特的香气和清蒜清爽的味道，让羊肉的腥膻很好的被中和掉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做做看吧。还是先来写菜谱。这里我给出的量可以包大约25个锅贴。需要用到的食材有羊肉糜、虾仁、青蒜、清水、花椒、蚝油、红糖、盐、黑胡椒，以及一些炒过的白芝麻。锅贴皮图省事儿，我直接买的是市售的，有点厚了。大家有耐心的话，可以自己擀皮儿，口感会好很多。下面先来准备馅料，首先来泡花椒水。把全部花椒加入水中后，微波炉高火加热1分钟，然后放一边冷却备用。大家也可以直接用开水或是热水泡发。接下来把青蒜切碎，我用的青蒜就是这个，好像全国各地的叫法都不一样。青蒜的味道比较清爽，比葱的味道柔和，用来搭配羊肉非常协调，可以很好的突出羊肉的香味。然后把虾仁剁成泥。这里我用的是急冻虾仁，昨天就放冷藏室隔夜解冻了。大家如果赶时间，也可以直接过几遍冷水快速解冻。然后开启切模式，把虾仁切碎，然后剁成这样有粘性的泥状，就可以放一旁备用了。羊肉我是直接买的羊肉糜，买不到的小伙伴们可以买新鲜的羊腿肉，然后同样剁碎。接着把已经冷却的花椒水过滤一下，去掉花椒粒。现在就可以把羊肉糜、虾仁泥和青蒜碎倒入一个大一点的碗里，然后加入蚝油、红糖、盐和黑胡椒，再加入大约1/3的花椒水，顺着一个方向开始搅拌，让羊肉和虾仁泥慢慢吸收加入的水分。这里我们看到的肉泥吸水，其实是肉里游离的蛋白质不断和水结合的现象。当肉被切得越细碎，就会有越多的蛋白质从肌肉细胞中被释放出来，游离在外，能够吸收的水也就越多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小实验，这里是2份同样重量的羊肉，一份切成了肉丁，另一份则是切得更细碎的肉糜。现在分别加入等量的水。稍微搅拌一下，可以看到加入肉糜中的水分已经完全被吸收了，而肉丁的碗中还剩下很多，这就是因为肉糜中的肌肉细胞被破坏得更彻底，导致更多的蛋白质流出，结合了水。现在我们继续往肉糜中加水，搅拌之后，肉糜看上去吸收了所有的水。然而静置5分钟之后，水分却开始慢慢的渗了出来，这说明这时候肉糜里的蛋白质已经不能结合更多的水分了。接着我们加一些盐进去，继续搅拌，之前渗出的水分被逐渐吸收，与此同时肉糜的质地也开始发生变化，慢慢变得有粘性，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上劲儿了。停止搅拌后静置半小时，肉糜依然非常稳定，没有水分流出。这就是我们制作馅料时加盐的目的之一。盐的加入使肉馅能够结合更多的水，口感变得更加柔嫩有弹性。海米蒸蛋那一期视频里我们就有提到，盐能够改变蛋白质的结构，这其实也是盐能够帮助肉馅结合更多水的原因。现在我们分2次往肉馅里加入剩下的花椒水，最后搅拌到肉馅变得黏黏的，有微微的弹性，我们的锅贴馅就做好了。家里有食物料理机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直接用料理机做，更省事儿。如果大家买的是羊腿肉，那需要把羊腿肉先切的小块一点，和虾仁一起打成肉糜后，再加入其他食材搅打成馅料。然后就可以开始包了。
市售的锅贴皮外面都有不少防粘的面粉，所以我倒了1小碗水来帮助封口。现在先挖一坨馅料放在锅贴皮的中心，然后沾一点清水，沿着锅贴皮的外边缘抹上薄薄的一层，对折后捏紧中间，然后在一边打上褶子，捏紧封好。换到另一边，同样打2个褶子，一个锅贴就包好啦。所有锅贴都包好之后，就可以下锅煎了。这里我用的是铸铁锅，煎出来的锅贴会格外的香脆，但是因为铸铁锅的导热性能不好，所以需要开小火慢慢加热。等油温上升到大约180度左右，就可以把锅贴下锅了。先在锅里煎2到3分钟，让锅贴底部初步煎出脆皮。然后往锅里加入75克的温水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焖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开盖，让锅里剩余的水分蒸发掉，把锅贴煎脆，然后撒上一把炒过的白芝麻，我们的锅贴就可以出锅啦。刚出锅的锅贴会有一些烫嘴，等稍微凉一点点再大口咬下去，煎得焦香酥脆的锅贴底儿发出清脆的断裂声，配上 Q 弹鲜美的羊肉虾仁馅儿，是隔着屏幕都能听到的好吃。我去吃锅贴啦！喜欢这期视频的小伙伴们，记得给我点赞、留言、关注我呀！我们下期见。